大家好，我是议员，今天做一期1093跟365的 KVK。 那今天要解说的就是他们关卡5之战，因为他们的黄庭呢即将要在明天晚上就要开启了，所以明天晚上我也是会直播。那今天跟大家复习一下他们在关卡5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顺便做一些解说，让一些不了解的观众了解一下。那么首先关卡5开放的时候，可以看到365跟1093他们各自是走其中一边的。比方说1093他们主要是打左手边的战场，365是打右手边的战场，他们都选择一打两个阵营。不过也当然的，365跟1093他们还有分一些比较小的副门过去帮忙另外一边。在93拿下左手边的区域之后，他们丢要塞的位置非常奇怪，他们丢要塞全部都是靠近1188的门口隔壁。当他们丢要塞的位置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有很多玩家都表示疑惑，为什么93要这样子丢要塞？直到后来才了解到，他这个要塞并不是为了要建起来，而是阻挡敌方前进。93是利用要塞挡着对方的去路，拖延时间，好让93的旗帜慢慢建上去。这个也是展现了93的策略性，因为我们以往看到要塞丢的位置呢，都是在一些安全地点，都是为了要建起来之后方便操作。比较少见像93的情况，他们直接把要塞丢在对方的门口前面。就算其他王国有这样子丢要塞，都是为了要阻挡对方翻墙旗帜出来。因为要用93这个方式呢，首先你的兵量必须要多，你们要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挡着敌方不会去摧毁你们的要塞。丢在敌人的旁边，他们也会建旗帜出来，马上就拆掉你的要塞。那可以说93这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。当93旗帜已经建到对方的门口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把93的要塞给拆掉。那这是第一天看到的旗帜战况，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旗帜战况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改变。由于这个地图的设计要进攻会比较困难一点，中间有一条河卡着，所以93这里能做的事情只有防守而已。那另外一边我们看365的进攻也是十分强势的，毕竟他们是先锋王国打，剩下的那几个王国都不是先锋。那可以看到地图刚开始的时候，93的盟友他们有试图要用翻墙的方式把旗帜给建出去，但是由于他们建旗的速度不够365快，再加上365的野战部队已经杀过去了，而导致到对方的旗帜没有办法建成功，或者是建得更快。365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直接把对方的门口给堵着了。那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一开始93的盟友是有试图用要塞挡着的。那这里你们可以做个对比，可以看到红色的旗帜这里才出来一点点而已，但是365都已经把旗帜差不多要建上圣域了，也足以证明365的速度到底有多快。当365的旗帜建到67跟20的附近的时候，他们就直接把要塞给拆掉了。所以这里93的盟友是没有办法抵挡这365进攻的，就变成93这里就很麻烦了。他们除了要抵挡左手边之外，右手边又要过来帮忙，甚至最糟糕的情况是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 BLN 也就是365的要塞是已经建成功了，然而他这个要塞的位置是已经越过那一条河，变成这样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比较方便了。所以365索性就直接把战线越过那一条河，在这里建起了一堆的要塞还有旗帜。那把93压到这么后面有什么影响呢？那首先我们看黄庭的位置，可以看到黄庭也是有一条河挡着的，你能不能守住那条线都是关键。那在前几天的时候，我看到93的要塞位置也是在这个位置，我那时候还很担心，如果93的要塞在持续被压退的话，有很大可能到关卡6这个位置，就变成365他们可以从这里建旗帜出去，然后挡着93继续往上建，甚至有很大可能黄庭的时候93就剩下1/4的位置而已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93要死守这条防线，他们不能再退了。只要93他们保持在这里，就有办法阻止到365没有办法翻墙出去。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地形，这里如果365真的是要翻墙出去的话，它前面就有一块大石头挡着，变成如果365要走这条路线翻墙出去的话，他们这里的空间很小，没有办法牵撑过来。但是同样的，由于这里的地势问题呢，它这里有很多山挡着，就变成93这里要进攻或者是防守都不简单。反而上面365的部分，这里空间会比较大一点，可以牵成更多的城市过来，就变成93阵营的部队全部都要集中在这里。至于左手边，其实地势还好，双方的地势都是差不多的。93也维持着关卡5的战线，所以到黄庭在左手边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问题还是在右手边。所以93这里至少还要再撑多一天，等到明天晚上，到时候就要看93他们到底怎样建旗帜了，黄庭也不能丢要塞。那以365的旗帜来看，有很大可能他们会从这里翻墙出去。至于93那方面，看到93这里的要塞，有很大可能这里也是由93负责挡着，因为只有他们的旗帜暂时是可以接触到外边的，可能就要看今天或者是明天他们的队友会不会有什么进展，可能会建多几个要塞翻墙出去也说不定。
那从刚刚的解说，你们应该也知道，其实93这一次是两边打，所以他们的耗损可能会比365还要更多。不排除就算到了黄庭，93也是要两边跑，他们左手边、右手边都要负责去挡着。至于365那方面，可以看到左手边的要塞其实全部都是盟友的，所以推测365应该会专注在右手边，左手边交给盟友处理。所以严格来说，黄庭还是有的打的，但是93那边的优势并不是很大，也要看93的盟友发挥到怎么样。不过严格来讲，其实93已经表现到很好了，他都可以阻挡到对方，拖到今天都已经差不多接近1个星期了。那我觉得真正高光时刻还是这个圣域的部分啊。这个圣域呢，那一天我是没有直播啦，但是我有录像。那么在一开始93其实是已经拿下圣域了，但是他们守了1个小时之后，轮到 GST 拿下，他们是拿了2个小时。那我刚好录制的画面呢，就是在 GST 死守了2个小时之后发生的画面，给你们看一下93跟 GST 两个单挑到底是怎么打的。现在看库脸的情况，也是大多数库脸都是往上走，比较少往下走的。然后 BLN 另外一边 GST 跟 BLN 两边跑。等一下啊，看到 BLN 有另外的部队是从右手边的门口开始进入了。然后现在要两边夹攻93，除了要面对左上角的路线之外，还要面对右上角的路线。就看这一次能不能打得下。然后亨利的集结有点危险，然后血剩下一点点，菠萝头也是剩下一点点，就看菠萝头能顶得住还是亨利能顶得住。他是直接带了菠萝头搭配李舜臣来做驻防，然后什么兵都可以塞进去。现在就拼 GST 他们能不能塞到部队进去，能补得起来的话，那后面93就很难受了。可是菠萝头的血好像越掉越快咯，现在剩下一条线咯。慢慢有机会了嘛，有机会的，慢慢来，不急。可是亨利的头也是一直跳，他们换了平头做驻防，亨利有点危险哦，亨利感觉要掉了，头一直在闪，感觉要没了。不过诸葛亮在旁边还是可以用 AoE 扫到其他的部队，扫到他们进来补驻防的部队，就看谁能撑得住，到底是对方的驻防还是集结。亨利又开始慢慢补起来了，但他这边要补存工兵会比较难一点，再加上这里周围这么多的队伍，他补起来并没有像这个胜率这么简单呢，所以这边集结还是有一点压力。然后开始看到93的部队陆续跑回家了，库脸也比较多了。稍微缩小地图看一下可以看到右上角的 BLN 部队开始减少了，但是左手边因为93的部队已经派过去右手帮忙堵着了，就变成左手边的部队开始变多， GST 开始压下来，接近胜率了。看来这个集结应该是打不下。这个就是一个士气的问题啊！如果你可以拿下这个胜率的话，其实可以提升自己王国的士气，让玩家更有那个心想要去打这场 KVK。那问题就在于93这个地方呢，其实他们的队友可以过来帮忙了，就是讲变成关羽了，危险了，驻防危险了。看来不太行咯。爆了！Nice！ 哇，93，哇，干得漂亮！哎呀，干得漂亮，干得漂亮！还没有结束，还没有结束，胜率还有时间。所以要4个小时要守着。那么由于他们打胜率的时间尤其是93拿下胜率的时候，已经接近韩国的时间，差不多凌晨3点4点左右了，所以后来 GST 是索性放弃了去抢这个胜率。最后问一下各位，以现在的战况来看，你们认为365和93哪一方的胜率比较大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